您辛苦挖矿积累的拍币，因为一次简单的安全疏忽，就可能永远消失。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每一个 Pi Network 先锋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官方最新更新，2025年3月13日 ，Pi Network 正式推出了双因素身份验证 （RFA） 功能。这一举措不仅是为了保护你的拍币，更是为了确保你的数字资产安全无虞，确保你的拍币安全迁移到主网区块链。可能针对于懂得区块链的先锋在抱怨官方太啰嗦，我们要想想，目前全球加入 Pi Network 近7000万先锋，95%的都是刚刚加入加密行列。您懂不代表6000万先锋都懂，请务必看到最后，因为每一个细节都关系到你未来的 Pi 账户安全和资产保障。什么是双因素身份验证 RFA？ 你可能听说过密码安全这个词，但双因素身份验证更进一步，它不仅仅依赖于密码，还结合了另一层安全确认，比如验证你所绑定的电子邮件地址。这样一来，就算有人获得了你的密码，也无法轻易地通过第二重验证进入你的钱包。Pi Network 之所以引入这一机制，就是为了确保每一位先锋用户的 Pi 钱包都是真正由本人掌控，不会轻易被黑客或不法分子利用。如何操作？从受信任的电子邮件说起。在 Pi Network 的最新更新中，系统会要求部分先锋用户在完成主网迁移前启动双因素身份验证。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受信任的电子邮件。很多先锋用户可能早就已经设置好了受信任的电子邮件账户，这意味着你只需简单启动 RFA 功能即可。如果你已经拥有受信任的电子邮件，系统会自动引导你进行下一步验证。但如果你还没有绑定电子邮件，系统会要求你先通过活跃度检查来绑定一个你常用且信任的电子邮件地址。请注意，这一步骤并非随意绑定一个邮箱就可以。Pi Network 会通过活跃度检测，确保所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确实属于你本人，并且是你常用的联系方式。为什么这么严格呢？因为这个受信任的电子邮件不仅仅是为了完成迁移过程，它还是你未来账户恢复的重要保障。如果你提供的是一个根本无法访问的邮箱，后果可能就是无法通过 RFA 验证，从而导致你的钱包无法顺利迁移，甚至在需要时无法找回账户。操作流程全解析，从启动提示到邮箱验证。那么，当你进入挖矿应用后会发生什么呢？首先，系统会在你完成挖矿绘画后，通过应用内的提示或直接发送邮件通知你，提醒你去完成双因素身份验证。这个提示非常直观，会引导你到 RFA 的界面。在这个界面上，你可以确认对当前迁移钱包的访问权限，也可以选择更换或创建一个新的钱包。一旦你做出选择，系统会再次发送一封电子邮件，让你点击邮件中的链接以验证你的选择。这个步骤的意义在于，再次确认操作是你本人授权的，进一步确保钱包安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封验证邮件一定来自 noreply@pi.email， 不要轻易相信其他来源的邮件，以免上当受骗，避免落入钓鱼或诈骗的陷阱。记住，这个邮箱地址是官方唯一的验证发件地址，只要你看到这个地址，就可以放心点击邮件中的链接。等待期与 Pi 余额的动态管理。在讨论 RFA 功能的同时，还有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机制，那就是迁移待处理期间的 Pi 余额管理。为了确保每一笔交易都安全、准确，系统设计了一个14天的待处理期。在这个期间，如果部分先锋用户没有按要求完成 RFA， 那么他们已经迁移到主网的 Pi 将会被自动退回到挖矿应用中。这个设计初衷其实非常明确，预防未授权的操作，确保所有迁移的 Pi 都来自于合法且经过验证的账户。也许你会问，那我之前迁移到主网的 Pi 是不是就此打水漂了？答案是不会的。如果你在14天待处理期内完成了 RFA， 你的 Pi 就不会受到退回影响。实际上，一旦你完成验证，
系统会重新启动迁移流程，你原本迁移的余额将会自动排队，甚至可能因为活跃度检查带来的额外激励而略有增加。整个过程既严谨又人性化，既确保了资金安全，又不会无故损失你的宝贵资产。为什么设计这么多安全环节？可能有朋友会好奇，这么多安全步骤是不是太麻烦了？其实每一项措施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区块链技术的核心优势在于其交易不可篡改和公开透明，但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出错，后悔就晚了。所以从主网迁移、钱包确认到余额退回，每一步都需要精准把控，确保所有先锋用户的资产都安全无虞。回想一下，在传统金融领域，如果账户安全出现问题，可能会有一系列补救措施，而在区块链上，由于交易一旦记录就无法撤销，所以安全验证显得尤为重要。RFA 和派返回机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既能有效防范潜在风险，又能让用户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确认他们的钱包操作是合法且经过认证的。用户指南：如何快速完成 RFA？ 对于大多数先锋用户来说，完成 RFA 实际上并不复杂，只需要按照以下几个步骤操作即可。检查你的电子邮件设置。打开挖矿应用，进入个人账户设置页面，检查是否已经绑定了一个你常用且安全的电子邮件地址。如果没有，按照提示完成活跃度验证，确保你输入的是有效的邮箱。启动 RFA 流程。当你完成挖矿绘画后，系统会自动弹出提示，告诉你现在需要完成双因素身份验证。请仔细阅读提示信息，然后点击进入 RFA 界面。确认钱包访问权限。在 RFA 界面上，你需要确认对当前迁移钱包的访问权限。如果你对现有的钱包没有异议，直接点击确认。如果需要更换或创建新钱包，同样按照提示操作即可。这个过程中，每一步都伴随着详细的说明，确保你不会走错步骤。验证邮件中的链接。系统会向你的受信任电子邮件发送一封验证邮件，邮件中的链接只需点击一次就可以完成验证。务必确认邮件发件人地址为 noreply@pi.email， 以防遭遇钓鱼风险。等待确认和重新启动迁移。验证成功后，你的迁移流程会自动重新启动，你原先已经迁移的 Pi 将会重新排队进入主网区块链，同时系统会根据挖矿活动为你增加一些激励奖励。整个过程设计简洁明了，既考虑了安全性，也兼顾了用户体验。即使你是第一次接触这种双重验证，也会觉得整个流程既专业又贴心。潜在问题及注意事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家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以确保整个流程顺利进行。电子邮件的有效性。请务必使用你本人常用的电子邮件地址进行绑定。系统会通过活跃度检查确认邮件是否有效。一旦你绑定了一个无效或不常用的邮箱，可能会导致 RFA 验证无法完成，从而影响你未来的钱包迁移和账户恢复。警惕假冒邮件。任何不来自 noreply@pi.email 的邮件都不要轻易点击，特别是那些要求你提供个人信息或点击未知链接的邮件。安全第一，防止网络钓鱼和诈骗是我们每一位先锋必须时刻保持的警觉。耐心等待14天，待处理期结束。对于那些暂时没有完成 RFA 验证的先锋，系统会在14天待处理期内暂时冻结你的迁移派。这并不意味着你的资产有损失，而是为了给你足够的时间完成安全验证。请不要着急，按照系统提示一步步完成操作即可。及时关注系统通知。在整个过程中，除了应用内的提示外，系统还会通过电子邮件或短信通知你相关的操作进展。请务必保持通信畅通，以免错过任何重要信息。从技术角度看 RFA 的安全性提升。
许多技术专家表示， 2FA 是一项非常有效的安全措施，因为在传统的单一密码验证中，一旦密码泄露，攻击者就可以直接访问用户的账户。而加入了第二重验证后，即使攻击者掌握了密码，也无法绕过第二层安全验证，从而极大地降低了账户被盗风险。对于 Pi Network 来说，这项升级不仅提高了整体平台的安全性，同时也提升了用户对整个生态系统的信任感。更进一步讲，双因素身份验证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区块链技术的不足。区块链固有的不可逆特性固然能防止后续篡改，但也意味着一旦出现错误，后果非常严重。2FA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用户提供了一道额外的保险屏障。Pi 返回机制为何设计退回功能？除了 2FA 本身，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机制就是 Pi 余额的返回设计。这个设计初衷在于确保每一笔从测试网到主网的迁移都经过了严格的验证。如果先锋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 2FA， 系统会自动将迁移的 Pi 退回到挖矿应用。这样既能防止未经授权的交易，又能给用户一个重新验证的机会。对于很多用户来说，这其实是一种保护措施，而非惩罚机制。退回机制还体现在用户余额的显示上。部分先锋用户可能会发现，退回的 Pi 显示在未验证余额中，而非可转移余额。这是因为系统在计算过程中采用了比较保守的估算方式，确保用户在下一次迁移中获得与原始迁移金额相同的数量，甚至有可能因为活跃度的增加而略有激励提升。整个设计思路既周全又人性化，既保证了安全，又不会无端地减少用户的资产。用户后续操作建议：针对目前的 2FA 和 Pi 返回机制，我给出几点操作建议，帮助大家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账户和资产。及时操作：当你在应用中看到关于 2FA 的提示时，请第一时间完成验证，不要拖延，因为一旦超过14天的待处理期，你的迁移 Pi 可能会被暂时退回。保持信息更新，定期检查你的电子邮件和应用通知，确保所有信息都是最新的。特别是当你更换了常用邮箱或手机号码时，记得更新个人账户中的联系信息。学习官方指南， Pi Network 官方提供了详尽的操作指南和常见问题解答，建议大家花点时间阅读，了解清楚每一步的操作细节，可以大大降低操作失误的风险。备份重要信息，如果你担心自己的账户信息会遗失，建议妥善记录下关键的恢复信息和验证步骤。虽然系统设计上已尽可能确保安全，但多一份备份总是无妨的。保持警惕，在任何需要验证账户信息的操作中，都要核对发件人的邮件地址和信息内容。只有来自官方渠道的通知才是真正可信的，任何可疑邮件都应及时删除并报告。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从中受益，对 Pi 钱包的安全机制有更深入的了解。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大家都能掌握这项重要的安全措施。最后，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们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或心得体会，我们会尽快为大家解答。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祝愿每一位先锋用户的资产都能安枕无忧，未来无限光明。我们下期视频再见。